宿主你好。谁在说话？宿主你好，欢迎来到多子多运系统，我是系统1728。多子多运系统？是的，宿主。什么意思啊？宿主，意思就是你绑定本系统，然后去各个位面为绝嗣五子有大气运的大佬生孩子，完成任务。哎，停！你让我去生孩子？我长这么大连男人的手都没拉过，你居然让我去生孩子？你想都别想！男人这个生物啊，穆雪念是真心没想过。他自己能赚钱，自己会花钱，干嘛弄个男人膈应自己？宿主，每生一个孩子，系统奖励你1000积分。等你完成任务攒够积分，你可以改变你生死的事实。你确定不绑定？好兴奋！我每次边看小说边想，这穿越可真好，我怎么就不穿越了？没想到意外和穿越同时来了。宿主，童子，我生几个我都行的。宿主，你若为原主报仇，还能获得额外积分哦。别最后仇没报，自己倒先嗝屁了。而且你替原主报仇能获得额外积分，还奖励你10亿，每个小世界都是如此。好，童子，没问题。宿主，准备好了吗？童子，我现在就要过去小世界吗？穆雪念话音未落，眼前白光乍现。死童子，你也不按套路出牌？难道将军不知，除妻以外都是妾吗？什么平妻？小姐，将军来了。小主，别慌。雪念，将军。雪念，我来是想和你说，我和灵犀的婚期定在。将军，你可记得新婚之夜你承诺我，一生只爱我一人，永不纳妾。雪念，我在战场受了伤，是灵犀救了我。他家是做镖局的，他和那些惺惺作态的世家小姐不一样，他不拘小节。将军，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惺惺作态的世家小姐？雪念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我不能负了灵犀，而且她也不是做妾，我是要给她做平妻，和你平起平坐，你们不分大小。哼，将军对洛灵犀还当真是情深意重啊？难道将军不知，除妻以外都是妾吗？什么平妻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。怎么感觉雪念变了呢？那母亲同意吗？同意。灵犀把母亲哄得很是开心，母亲就连病情也好了很多。从将军离府，是我命人找来了要医骨的神医严姑娘，让她每月进府一次为母亲医治。是，雪念，谢谢你照顾母亲。你放心，灵犀和你同为平妻，她也不会和你争掌家之权的，你可以。你以为我稀罕这掌家之权？这府里上上下下所有的支出都是我用嫁妆在补贴。那洛灵犀怎么没同你一起来？他说这些就想看看渣男是怎么和原身交代的。雪念，灵犀不是那等做作的女子，你们见面也是徒增不快，所以我就没有带她来。难得将军如此重情重义，为我着想。够了，穆雪念，我今日过来和你说这些，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也不是来听你阴阳怪气的，我是来通知你，我给了你足够的体面，你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将军何必恼羞成怒呢？这个体面我不用你给我。好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将军请回吧。你，小姐，将军太欺负人了。小猪别哭，你去传信给严姐姐，告诉她以后不用来府里了。好的，小姐。多多，你不会让我给这渣男生孩子吧？宿主，你在这个小世界的攻略对象是当今的皇上，他登基8年，后宫无所出，只要你给他生下继承人，任务就完成一半了。孩子生得越多，积分就越多。知道了。唉，原身真是想不开啊！凭他这南王府郡主的身份，找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还为了这样的渣男香消玉殒。小姐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严姑娘，
以后不用来了。好，你派人去把王府修缮一番，打扫干净。小姐，怎么突然要修缮王府？小卓，本小姐过几日带你回王府。小姐，那你和将军……那个死渣男，我要和他和离。小姐，你要和将军和离？可王府只有我们俩了，这……小卓，我的嫁妆足够我们以后衣食无忧了，你只管去就是了。可是，小姐，你的嫁妆都在库房里，苏老夫人怎么肯让我们带走？你只管去就是。是，小姐。穆雪念，你什么意思？库房里的银子怎么都没了？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小卓，将军是不是忘了，库房里可都是我的嫁妆，我的东西和将军有什么关系？将军如今怒气冲冲来逼问我嫁妆的去处，是何意思？将军，你别动气，都怪我惹了姐姐不快，所以姐姐才把库房搬空。鉴定完毕，骨子里妥妥一枚小白莲呢。灵犀，和你没有关系，是他心思歹毒。渣男啊，不，苏将军，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这会儿倒成了我心思歹毒。难不成你这苏府要靠我的嫁妆才能度日？穆雪念，你……哼，死渣男，不信姐气不死你。将军，我这就给姐姐赔礼，你千万别动气，小心伤了身子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便打了又能如何？求你别和将军置气了，妹妹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洛小姐，我没有妹妹。小卓，送客。穆雪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将军，你们还是走吧，小姐身子不好，经不得刺激。主子说话，岂容你一个丫鬟插嘴？洛小姐还没有进门，算哪门子的主子？奴婢的主子只有我们家小姐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家小姐不会管教奴婢，本将军就替她管教。苏一晨刚说完，就感觉眼前人影一闪，他和洛灵犀一人挨了一个大逼兜。穆雪念，你敢对本将军动手？将军，我洛灵犀从小到大还没有人这样打过我呢。姐夫，你居然敢打你的夫君，你不知道夫为妇纲吗？我便打了又能如何？小姐，将军他不肯和离怎么办？那本小姐就休了他。反了，你这贱妇还不快跪下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看你把娘气的。哟，前几天还口口声声叫我嫂子，哄我给你花银子买首饰，现在就一口一个贱人，这就是你们苏府的教养。穆雪念，你够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你能和灵犀和睦相处，你若想要孩子傍身，我也可以和你同房。等你怀孕后，我就不会再碰你了。实在太恶心了。孩子，哼，你这种渣男也配？你以为你是青蛙，到处甩籽？你这种人当初怎么没被甩在墙上喂苍蝇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要和离。你说什么？穆雪念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那眼中的寒意让苏一晨心里一惊。穆雪念使劲捏住他的手腕，疼得苏一晨龇牙咧嘴。你们不想走，这是想找打？你是镇南王府的嫡出小姐，就是这样对待我这个婆母的？自古都是婆媳，先有婆后有媳。你这个做将军母亲的，又是怎么对待我这个照顾你病榻1年的儿媳的？张口闭口贱妇，你女儿一口一个贱人。你儿子身为将军，承诺我在先，背信弃义在后，是欺辱我镇南王府没人了吗？穆雪念的话让对面4人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怎么还不走？哼，我们才不屑看见你。我是不会同意和离的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刚才真是大快人心。小姐，将军他不肯和离怎么办？
那本小姐就休了他。宿主，你怎么走了呢？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啊！不，多多，他可是暴君，我出现只是想给他个印象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，这就够了。哎，对了，多多，你监控那个洛灵溪有什么发现及时告诉我。知道了，宿主。还有，严姐姐给那死老太婆的药，按日子算也要吃完了，你也注意一下。好的，宿主。穆雪念说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。莫云轩的确被穆雪念引起了好奇心，他脑海中全是月夕那日怀中女子那双灵气十足的双眸，还有桃树下白衣女子的身影。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老夫人的药已经吃完了。那为什么不再抓药？之前是夫人重金请来了医药谷的严姑娘来给老夫人医治，可这个月已经过去2日了，严姑娘都没有来。是我用嫁妆在补贴府里的用度，是我给母亲请来严姑娘医治，才吊住母亲的命。哥哥，母亲这么难受，你快去找穆雪念，让她把严姑娘找来，给娘医治吧。你以为医药谷的人那么好请啊？之前就是穆雪念把严姑娘请来的，只要她去请，严姑娘一定会来。你觉得现在的她还会去请人吗？穆雪念是你的妻子，你让她去请，她敢不去请吗？我离家的这1年里，你们就这样对她的？哥哥，什么叫我们这样对她的？我和母亲对她很好啊。我不在府里的时候，你们就尽力讨好她，等我回来了，你们有我做靠山了，就不需要她了是吗？哥哥，怎么说这些？你看看娘，你快去让穆雪念请严姑娘来给娘医治。雪念，你睡下了吗？雪念，小姐，是将军来了，说老夫人犯病了。我不管，他娘犯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去告诉他。呀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昨儿请人看过了，5日后就是黄道吉日。希儿全凭老夫人做主。母亲，灵犀救了儿子的命，我和他情投意合，早就该给他个名分了。只是雪念……哥，你现在是怎么了？那穆雪念就算不同意，他还能怎么样啊？他就是一个狠毒的妒妇而已。母亲前几天病重，让他找人来医治他都不肯。灵犀，只是这聘礼，眼下那穆雪念把库房的金银都搬空了。不过灵犀你放心，等过些日子铺子的银子收上来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夫人，我爱慕的是将军这个人，将军能给我平妻这个名分，希儿已经很知足了。哎呦，我儿能娶到灵犀，那才真是他的福分呢。是啊，不像我，将军不在府里的这1年里，我把自己的嫁妆都要败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哟，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吗？只是你们在商量将军和洛小姐的亲事，可此事怎么说也和我有点关系吧？我哥娶灵犀嫂子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小姑这嘴儿可真甜，小姐还没过门呢，就叫得如此亲热了。不差这5日了，灵犀嫂子就过门了。雪念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将军，这几日你考虑好和离的事了吗？雪念，我知道你生气我娶灵犀，可我说过了我……将军，你还真是高抬自己了。我不管你娶谁，但你不与我和离，休想娶任何人。不信你可以试试看。哼，贱妇，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的？凭什么你不让我儿娶平妻？我没有不许啊，只是你儿子娶别人的前提必须与我和离。雪念，只要你和灵犀和平相处，你还是将军夫人。哎，停！将军是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吗？我要与你和离。我是不会同意和离的。既然将军如此，那我只能进宫求皇上给我做主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！你当真不和离？你和离了又能怎么样？谁会要你一个和离的女人？这个就不劳将军操心了。如果将军执意不和离，我现在便进宫找皇上。好，
穆雪念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我同意和离。好，将军现在就写和离书吧，从此以后你我嫁娶互不相干。好，和离书已经给你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这和离书是有了，可苏府这1年里花用我的嫁妆，又当如何处理？什么？哼，你这个下堂妇还想要银子？即使我们用了你的嫁妆，可那也是你自愿的，可没有人逼你。好，希望以后你们别后悔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苏逸晨只觉得心底一片刺痛，似乎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就离开将军府吗？这里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小姐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，然后回王府。小竹见穆雪念和离了，是真的开心，她也跟着小姐开心。皇宫中的莫云轩，这2日晚上做梦都能梦到女子，是不是今夜还能梦见她？到了晚上，刚过了戌时，他忙上床准备入睡。这平日里，皇上最少都是亥时才睡，这今日是怎么了？皇上，您这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朕今日甚是疲乏，想早点休息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宿主，皇上已经上床等着你啦。不过听着系统的话，怎么就感觉有些怪呢？宿主，你快点睡觉吧。知道了。喜事今日有些疲累，上床不一会儿，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今晚怎么没有梦到他呢？这些日子已经习惯了梦中女子的陪伴，随后他醒了就睡不着了。就这样一直到上早朝的时辰，他顶着2个黑眼圈从床上起来。皇上，太后让你午时过去用膳。莫云轩答应一声，继续坐在那里发呆。派人偷偷去查这画上的人。启禀皇上，属下按照您给的画像暗中查探，已经找到画中女子了。是谁？是镇南王府的嫡女，穆雪念郡主。是镇南王的嫡女？是，她去年和苏逸晨将军成亲，成亲当晚，苏将军还有穆王爷和3个儿子都去了战场。苏将军前几日回来，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要娶她做平妻。穆郡主一怒之下，和苏将军和离，回了镇南王府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莫云轩此刻心情如同过山车一样，莫云轩再也按耐不积分呐，皇上就是隐形的积分呐，只要宿主给他生下孩子，我们就有积分啦，还有你世界的额外奖励。雪念，我要娶你。哎，多多，你什么都知道，那我的隐私你能不能看到？宿主，这个本系统是看不到的，你尽管放心。啊，虽然多多不是人，可要是那种事他也能看到，总感觉接受不了。宿主，皇上已经到了，你好好表现哦。放心吧，姐虽然没什么心机，可这些小说还有电视剧可不是白看的。莫云轩来到王府，见主院里屋中的烛光，他飞身落在了房顶上，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掀开了一块瓦片，探头往下面看去。瓦片的下方摆放着一个浴桶，
浴桶中的女子正是这些日子让他魂牵梦绕的穆雪念。穆雪念从浴桶中出来，走到屏风处，拿过长裙穿上。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的风情万种。莫云轩抬头看了一下那几个巡视的下人，趁他们不注意，飞身落在院子里，推开窗户，翻身就跳了进去。他惊得迅速站起身，张开小嘴就要喊，却被一双大掌捂住了嘴巴。雪念，不要喊。云轩，雪念，雪念，我好想你。云轩，你让我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雪念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自那夜我就再也梦不到你了。我派人四处找你，他们说找到你时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云轩，为什么我们素未谋面，前几日我总是梦到你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许这是上天怜悯我们，所以才让我们在梦中相识。莫云轩已经直白地表达过对他的感情了，这会儿也不再畏手畏脚。雪念，我要娶你。可这是被人睡了还是被家暴了？雪念，我要娶你。我是一个合理的女子，我不能耽误你。雪念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哼，你不就是那个冷酷的暴君吗？哦，还是个生不出孩子的绝世暴君。雪念，朕是皇上，你的一切我都知道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朕都要迎你入宫。什么？你是皇上？雪念，你无需拘谨，你可愿随朕进宫？臣女不愿意。雪念，难道你心中没有朕吗？皇上，正因为臣女心愿你，才更加不能进宫。为什么？众所周知，臣女是和离妇，若臣女随你进宫，岂不是把皇上置于众矢之的？你怎么如此善解人意？放心，一切有朕，你只管等着朕来迎你入宫。此生，朕只会有你一人。哇，宿主，你不愧是演员出身，这演技杠杠的。臭童子，难道你不懂演员入戏的时候不能打扰？雪念，答应朕，等朕来迎你入宫。好，穆雪念这还是第一次接吻，他忍不住在心里歪歪。原来接吻是这种感觉啊！他整个人腾空被莫云轩一个公主抱，就走向了床榻。从未有一个女子让他如此疯狂。云轩，念念，别怕，我会温柔些。两道身影在烛光的映照下交叠。第二日，直到日上三竿，穆雪念才醒过来。这身边早已没有了莫云轩的身影。他看着满身的红痕，我这是被人睡了还是被家暴了？宿主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快点吃生子丹吧，方氏过后的6个时辰内吃下药丸都有效哦。啊，他毫不犹豫兑换了一颗龙凤丸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龙凤丹，丹药已发放，请宿主查收，积分余额370。宿主，你要不要兑换一颗体力丸？才50几分，而且是一直有效哦。多多见穆念雪此时的模样，忙跳出来推销丹药。想到肚子里已经揣了2个崽了，哼，管多多什么心思呢？反正我们已经绑定了，我不好，多多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穆后，阿春过来是想告诉你，朕要迎娶镇南王府嫡女穆雪念入宫。你说的可是那个去年这个时候嫁与苏将军的穆郡主？正是。她可是你臣子的妻子，你怎可如此荒唐？穆后，燕念的确嫁入了将军府，可她成亲当晚，前方军情告急，朕下了圣旨，命镇南王带着三子和苏将军去了战场。苏义臣前几日从战场回来，带回一个女子，要抬她为聘妻。燕念一气之下，和离回了王府。镇南王父子4人皆因报过而死。
朕岂能让念念一个人？话虽如此，母后也替镇南王父子惋惜。可你是皇上，迎一个合理的女子入宫，何况她之前还是你臣子之妻，朝中大臣和这百姓会如何看待你啊？母后，朕意已决。你，哀家要想个法子，既能让那木丫头进宫，还不能让皇上被人诟病。太后，您注意身子，此事也不急在一时啊。哎，你刚才没注意到这皇上叫那个丫头念念吗？你觉得还能不急吗？到了晚上，穆雪念刚刚沐浴完，窗户一开一合，人影一闪，莫云轩一袭黑色长袍又站在他的面前。这皇上是跳窗跳出来瘾了。臣女参见皇上。雪念，不必多言，身子可还疼？还好。雪念，可曾想我？哼，刚一天，有什么好想的？想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莫云轩的唇又凑近吻了下来。被吻得迷迷糊糊的穆雪念意识忽然回笼。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一对小蝌蚪了，这样会不会把小蝌蚪弄嘎了？宿主不用怕，你可以兑换一颗保胎丸，只要50积分哦。不管皇上怎么折腾都万无一失。兑换，把药丸吃下，开始配合着莫云轩。皇上，昨夜睡得可好？还不错。刘公公猜不透皇上昨夜干嘛去了，但只要皇上高兴就好。对了，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听说穆郡主合离归家，你去内务府吩咐一声，赏穆郡主黄金1000两，丝绸锦缎白匹，其他的你看着办吧。是，皇上放心，奴才呀，一会儿就去办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白管家正在前厅陪着说话，让小人来喊你过去接旨。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暂时不提我入宫的事，怎么来圣旨了呢？咱家见过穆郡主。雪念见过公公。哎呦，穆郡主，咱家可不敢收您的礼呀，您呀，快接旨吧。一听圣旨，穆雪念后退一步，打算跪下。穆郡主，别！哎，老奴来时呀，皇上吩咐了，穆郡主站着接旨就好。你在这个世界是来做任务的，可别爱上任务对象哦。多多不想宿主伤心。皇上吩咐了，穆郡主站着接旨就好。好。穆雪念脸上扬起一抹微笑，没想到莫云轩能这么疼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功不可没。现赏赐穆郡主黄金1000两，丝绸锦缎白匹，珠宝首饰头面5套，玉饰头面3套。刘公公念完圣旨，把圣旨交给穆雪念，就回宫交差去了。这男人是觉得我和离了，怕我没银子花吗？宿主别笑啦，你看看你头上长出来的东西。多多，我脑袋长什么了？宿主，你没看到你脑袋长出来恋爱脑了吗？你在这个世界是来做任务的，可别爱上任务对象哦。多多不想宿主伤心。谢谢多多。对了，我总要离开的。可我从未接触过男人，莫云轩要对我这般好，不动心也挺难的。皇儿啊，什么时候迎那木丫头进宫啊？母后，您之前不是说……是哀家老了，想那镇南王父子战死沙场，乃是为国为民。现在剩下整个王府，只剩那和离的丫头。皇上仁爱，把她接进宫照顾，难道不该吗？母后，前几日朕和念念说了，她说等雪灾一事过去了，再提进宫之事。这丫头想得周到啊，皇儿也趁这段时间准备一些事。是，
多谢母后提醒。小姐，阿良今日去采买，看到有卖风河鱼的，他就买回来几条。那鱼呀，又大又新鲜，我就按照你告诉我的红烧了。快说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这鱼的味道一传过来，穆雪念毫无征兆的感觉胃里一片翻腾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白管家，快去让人找大夫来。啊，好好。哎，白管家，不用去了，我这是昨日吃太多水果，胃里不舒服，不用找大夫。小姐，可这……无妨，我回屋里躺会儿就好了。你们先吃饭吧。因为早上没吃饭，他只是干呕，什么都吐不出来，但不耽误吐得他浑身颤抖。原来吐也是个力气活啊！他心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算算日子，已经快1个月了，是时候该有反应了。可他不能让大夫来看，否则这个消息绝对不会亚于炸弹的威力。莫云轩正在御书房批折子，在他面前落下一道人影。快说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莫云轩见来人是他派去保护念念的安慰。刚才早饭的时候，穆郡主突然干呕，还不让找大夫。属下见他挺严重，好像是身子出了问题，就赶快回来向您禀报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朕知道了。莫云轩站起身，打开门走了出去，直奔太医院。小姐，太医院郭院手来了，说是给你诊脉。穆玄念疑惑了一下，瞬间了然，一定是那人去告诉莫云轩的。早在莫云轩派暗卫来的时候，多多就告诉他了。小卓，快请郭院手进来。是。不出片刻，就带着郭院手进来了。郭院手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药箱、身材修长的小厮。下官见过郡主。雪念见过院手大人，本郡主身子不适，就不给大人行礼了。不敢不敢，听闻郡主身子不适，待下官为郡主诊脉看看。多谢郭院手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郭院手把手搭在穆雪念的脉搏上，神情由开始的自若到惊讶，随后神情凝重。他把手拿开，从袖子里拿出手帕擦了擦手，再次搭在穆雪念的脉搏上。啊，这郭院手是什么操作？穆雪念眼睛的余光瞥到郭院手身后的小厮，低垂着头，可那一身的气质。小卓，你先下去吧，一会儿有事我再叫你。是。柯院手有话不妨直说，本郡主这是怎么了？郡主，你这是……快说，到底是怎么了？皇上，郡主她是喜脉，已经有孕1个月了。郭院手听到莫云轩的问话，赶紧吓得跪下，低头硬着头皮把话说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郡主怀孕了。你确定？臣确定。院手此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能让他钻进去。你出去吧。院手像得了什么大赦一样，恨不得借2条腿逃跑。念念，你怀孕了？你怀了朕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云轩，你坐下。穆雪念看出了他的紧张，也心疼他这样的紧张。孩子对于正常人而言是很容易能拥有的事，可对不容易怀孕的人简直难如登天。见他一副傻了的样子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他一把抓住穆雪念的手腕。念念，你真的怀孕了？不好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有听错，我真的怀孕了，你要做父皇了。随后莫云轩猛地把他拉入怀中，紧紧地抱住。
穆雪念感觉一丝温热从他的脖颈流了下来。他是哭了吗？妮妮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云轩，你高兴吗？我太高兴了，真的太高兴了。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终于有孩子了。云轩，你和院守一起来，不会泄露出去吧？院守是我的人，他不会走漏消息的。你快回去吧，这白日里你出宫这么久，若被人发现……好，妮妮，我这就回去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告诉母后，然后接你入宫。我等你。莫云轩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，然后站起身往外走，可走了几步又回来，捧起他的脸又吻了一下，这才快步走了出去。宿主，这皇上的恋爱脑长得比蘑菇都大。多多，刚才他是不是高兴傻了？是的，宿主，你怀孕这个消息好像炸雷一样，把莫云轩都给批懵了。莫云轩借着院守的掩护回了宫，直奔慈宁宫而去。皇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都下去吧，玉嬷嬷留下。皇儿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太后见他眉眼含笑，一副如沐春风的样子。母后，朕要和您说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，您先不要激动。哟，这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吗？皇儿何时也学会卖关子了？母后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朕说您要做皇祖母了。母后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朕说您要做皇祖母了。太后一下站起身，忽然感觉眼前一黑。母后，您别激动，我没事。花儿，你说我要做皇祖母了？母后，念念怀了朕的孩子，已经近1个月了。哎呀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花儿终于有后了。母后，您快坐。母后，您别哭啊。哀家这是高兴的，哀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哎，对了，赶紧把那丫头接进宫来，你现在就和大臣说此事，一定快点把那个丫头接进宫来。那丫头不在哀家眼皮子底下，哀家不放心。朕也是这个意思。花儿先回去吧，母后要给祖宗上炷香。母后，那儿臣回去了。却不知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，让得知皇上来了太后这里匆匆赶来偶遇的文贵妃一字不落全听到了。她从震惊到愤怒，随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慈宁宫。没想到那个克死父兄的贱人和离了还能勾搭上皇上，最可气的是她居然怀上了皇上的孩子。娘娘，您何必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呢？他现在还没进宫呢，有些事儿还来得及。而且那皇后娘娘未必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度，我们把这个消息侧面透露给她。钟爱卿，镇南王府穆郡主和离归附之事，你们可知晓？奶娘，为什么怀孕的不是我？娘娘，您别急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，你呀，一定能够怀上龙嗣的。对，我还有机会，我一定能为皇上诞下子嗣的。念念，晚上可用膳食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莫云轩上前蹲在他面前问道。云轩，你别紧张，我现在呕吐是正常的怀孕反应。念念，明日早朝过后，我就会下旨接你入宫，到时候我就能时刻见到你了。母后也说了，要把你放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他才能放心。如果他们母子日后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，又会是什么表情？臣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！钟爱卿，都平身吧。钟爱卿，
镇南王府穆郡主何离归附之事，你们可知晓？皇上，臣等有所耳闻。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爱卿们对穆郡主以后的安排，可有什么建议？皇上，镇南王府现在只剩下郡主一人，着实是可怜呐。皇上今日怎么问起这个了？皇上，镇南王父子4人战死沙场，郡主又何离归家无依无靠，求皇上能妥善安排郡主，别寒了为国征战将士的心呐。皇上，穆郡主何离了，那以后是何等的艰难呐！将军，你怎可让皇上收一个何离的女子进后宫？爱卿们，可以畅所欲言，都说说你们的想法。这，副将军但说无妨。啊，皇上，微臣只是一莽夫，不会那么多弯弯绕绕，求皇上恕臣无罪，臣才敢说。好，恕副将军无罪。好，那臣就说了，镇南王父子4人为国捐躯，他们身为武将马革裹尸，能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本是分内之事，可这留下遗孤，让孤魂无法安宁啊！臣斗胆请皇上把郡主收入后宫，若镇南王泉下有知，皇上如此仁爱，必会含笑九泉呢。将军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你怎可让皇上收一个何离的女子进后宫？皇后的父亲大理寺卿站出来，气得胡子直抖。丞相，你如何看？皇上，您是真坑人呐！这不是把战火往我身上引吗？皇上，臣赞同副将军的话，若为江山社稷拼命的武将为国捐躯后，家人都不能被妥善安排，那以后谁还会效忠皇上，报效朝廷？丞相说的对啊，皇上，你就把穆郡主收入后宫吧。皇上，微臣觉得穆雪念毕竟成过亲，不如皇上认她做义妹，以后多加照拂，也不是不可。莫云轩抓过砚台，摔在了苏逸晨的脚边。皇上恕罪，微臣只是一时口误，求皇上饶恕。朕竟不知何时要苏将军教朕怎么做事了。皇上，臣罪该万死，求皇上恕罪。苏逸晨此时怕了，他把头磕在地上，懊悔刚才自己怎么就昏了头，说出那些话。朕登基8年有余，若不是武将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何来朕和百姓还有众臣的安稳？文臣定国，武将安邦，可武将马革裹尸战死沙场，朕怎能不顾他们的遗孤？皇上圣命！全体武将听到莫云轩的话，全都红了眼眶，纷纷跪地磕头。文臣们见皇上没有轻看他们，也都跪地磕头。虽然皇上素来残暴了些，可皇上杀的几乎都是有罪之人。苏逸晨以下犯上，即刻起割据将军之职，回府反省，无诏不可踏入皇宫半步。罪臣谢主隆恩。苏逸晨此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刘公公拟旨，朕感念镇南王父子4人为国为民战死沙场，郡主温良端庄，贤良淑德，即日起封为贵人，赐封号为念，择日进宫伴驾。是，皇上圣命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退朝。为了让他不引起后宫嫔妃们的注意，也是为了保护他，暂时就给他一个贵人的位分吧。他本身就是郡主，父兄又都战死沙场，若给他的位分过高，那是把他推到风口浪尖。等日后他生了孩子，再做打算。小姐，有什么话就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扭扭捏捏了呢？小姐，
有2个消息，第一个是苏奕晨今日早朝惹怒了皇上，被革职了，还有就是苏奕晨2日后和那个洛灵溪成亲。小竹，你干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？这2个都是好消息啊。小姐，苏奕晨被革职是好消息，可他要娶洛灵溪算什么好消息啊？他被革职证明他德不配位，他娶洛灵溪那岂不是渣男配贱女吗？免得他们去祸害别人了。苏奕晨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，现在是遭报应了，连官职都没有了。都过去了，那种渣男不值得。小姐，现在你可是皇上亲赐的贵人，让那个渣男后悔去吧。情报，情报！宿主，快起来，有人来刺杀你了！穆雪念被吓得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。宿主快点，你那几个护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趁他们还没有来，你赶紧跑！多多，商场里有什么能让我现在保命的东西吗？我现在怀孕能跑到哪儿去啊？宿主，商城里有手枪，可你积分不够啊！不是，现在到了我生死关头，你还想着积分？如果我死了，你还有积分赚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积分先欠着，我这肚子里头2个崽呢，多少积分给不了你？恭喜宿主成功兑换手枪1支，赠送子弹50发，请宿主查收。我操，多多，你居然把我那些积分都给我扣了，你都不给我留点兑换无痛生死丸的积分，你想让我生崽的时候疼死啊？宿主你别急，你积分有余额我必须扣除，等你生崽的时候，我保证给你无痛生子丸。多多，刺杀我的人来了几个？是谁派他们来的？宿主，刺杀的人一共有5个，他们是专业杀手，是被人雇佣的，但是谁派来的，多多无法检测到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醒了？小竹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有人来刺杀我，你赶紧去通知护院和白管家他们，让他们都躲起来。小姐，虽然奴婢不会武功，但奴婢就算是死，也要挡在你前面。小竹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，你听话，快点去通知大家躲起来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你留下不是保护我，只是给我拖后腿。快走，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多多，他们离我还有多远？宿主，他们都会轻功，大概还有5分钟就会到你这里啦。5分钟，够小竹通知大家了。他在院子里的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蹲着，双眸注视着府中的院墙。多多，你看看现在莫云轩在忙什么？宿主，莫云轩在批折子呢，就要批完了，一会儿他应该能来。莫云轩派来保护我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？宿主，他此时在房顶上看着你呢。有他在就好，对付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。宿主，不好了，又有一波黑衣人也往王府这边来了。你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？宿主，这波有10几个黑衣人，看来你的命还挺抢手哎。多多，你的命我也惦记着呢，反正我死你也不好活，我倒无所谓。宿主你别怕，一会儿商城里保命的东西你随便用，等你有积分了我再扣，嘿嘿。 5个人蹑手蹑脚地靠近他住的房间，还没等他们有什么动作，从房顶上轻飘飘落下一道人影。顿时院子里响起了兵器的碰撞声，声音在黑夜里尤为清晰。就当穆雪念还在看热闹的时候，又有10几道黑影越过院墙跳了进来。他在那儿，举起枪对准奔过来速度最快的黑衣人。冲在最前面的黑衣人瞬间被击中，黑衣人和龙影都愣住了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暗器。看着地上几具尸体，黑衣人反应过来，飞身就想逃。龙影迅速转身，身形拦在了他们面前。穆雪念趁此机会又开了几枪，杀了他！穆雪念的腰身被一双大手揽住，来人正是莫云轩，搂着怀中的人儿。莫云轩才感觉他的心又跳了起来。你伤到哪里了？血是他们的，我没事，我没有受伤。留活口。是。莫云轩抱起穆雪念回了屋子，他抱着穆雪念坐在他怀里不肯放手。念念，吓坏了吧？
是我不好，我来晚了。云轩，多亏你来了，真是把我吓死了。宿主，你能不能装得像一点儿？滚！哎，好嘞。不多时，打斗结束，龙影拖着2个黑衣人跪在了莫云轩面前，说出你们是守何人之事。哼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云轩，我有办法。多多，给我石化丸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石化丸1颗，药丸已发放，请宿主查收，积分余额为-780。哼，最后报上的负债积分，绝对是为了戳我的心窝子。妮妮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把这个给他吃了。片刻后，只见黑衣人目光有些涣散，可以问了：是谁让你们来刺杀念贵人的？是御史大夫。黑衣人目光迷离，大脑已经不受他控制了。拉出去，回野口。是。皇宫里早朝上，文武官位列两旁，莫云轩黑眸扫视着他们，目光在低着头的御史大夫身上停留了几秒。那可是谋害皇嗣的大罪呀！如果被皇上知道，整个御史府都逃不了抄家灭门的结局呀！可想到杀手阁的规矩，就算杀手失手，但也不会供出雇主，他的心这才安定了一些。众爱卿，昨日朕刚册封了念贵人，昨夜镇南王府就遭遇了刺客，若不是朕提前派人保护，念贵人只怕早已香消玉殒了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吴大人，你听说此事了吗？不曾，幸亏啊，皇上圣明，否则镇南王这最后一条血脉也保不住了。这到底是谁这么恨念贵人呢？竟想在他未进宫前杀了他！御史大夫强撑着不敢抬头。皇上，镇南王府只剩下念贵人一条血脉，可还是有人容不下他呀！求皇上彻查此事，将幕后之人揪出来。求皇上彻查此事，否则镇南王的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心呐。昨夜朕派的人已经抓住了一个黑衣人刺客。皇上，到底是谁如此歹毒啊？那刺客可否招供？皇上，这人居然敢如此行事，求皇上给念贵人和镇南王府一个公道。莫云轩勾起嘴角，目光在大臣们的身上转了一圈，最后停留在御史大夫的身上。御史大夫感觉到那寒冷蚀骨的眼神，再也扛不住，跪在地上。众大臣见他如此，再联想到文贵妃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皇上，臣一时糊涂，求皇上开恩呐！皇上，御史大夫竟然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罪该万死啊！皇上，御史大夫竟如此狠毒，形同欺君！皇上，臣罪该万死，此事乃臣一人所为，求皇上不要殃及臣的父母妻儿，求皇上恕罪呀！御史大夫欺君罔上，竟如此对待忠臣之后，罪无可恕，处凌迟之刑。御书府上下齐其九族，抄家流放至北方苦寒之地。柳达将军即刻前往御书府抄家。是皇上。皇上，求皇上饶命啊！饶了御史府上下，所有罪责臣愿一人承担。皇上，娘娘，皇上来了。什么？你说皇上来了？快给本妃梳妆。奶娘，你看本妃这衣服可有不妥之处？娘娘，你别急，都很好。皇上，您来怎么没先通知臣妾呢？哼，坤贵妃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皇上，不知臣妾哪里做错了，让皇上如此震怒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御史大夫，也就是你父亲，此刻正在享受朕赐的凌迟之刑，而御史府此刻正在被抄家，而御史府上下九族
全被流放到北方苦寒之地，而他们都是因为你的牵连。都是臣妾的错，求皇上饶了御史府和父亲吧。皇上，把他们送去慎刑司，留一口气就好。感动念念，他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昨日莫云轩高调地贴出了皇榜，今日亲自来迎接穆雪念进宫，给足了镇南王府和穆雪念面子。皇上真是明君啊，感念镇南王府父子为国捐躯，不但亲封了河狸的郡主念贵人的位分，还亲自来迎接念贵人进宫，这是何等的殊荣啊！是啊，有如此仁义的君主，是我朝之福啊！穆雪念没有想到，莫云轩身为皇上，竟然亲自来接他。宿主不用感动，你只要给他生下继承人，就算是报答他对你的一番深情了。多多，面对一个宠你入骨、疼你入心的男人，真的很难不动心。宿主，你最动心的应该是皇上的长相吧？死童子，非说什么大实话。念念放心，朕拉着你。屋子中的布置和民间新婚夫妻的喜房一样，都是红色的东西。念念，暂时我只能给你这些。云轩，他身为一个君王，却能为他做到这般，他如何能不感动？直到两人气喘吁吁，莫云轩才坐直了身体，离开那让他魂牵梦绕的朱唇。你这勾人的小狐狸！床帐放下，两人的衣物一件件从床帐的缝隙中滑落在地。念念，暂时我只能给你这些。云轩，他身为一个君王，却能为他做到这般，他如何能不感动？直到两人气喘吁吁，莫云轩才坐直了身体，离开那让他魂牵梦绕的朱唇。你这勾人的小狐狸！床帐放下，两人的衣物一件件从床帐的缝隙中滑落在地。念念，我爱你。云轩，我也爱你。直到半夜，动静才停了下来。莫云轩叫了3次水，他才搂着累得睡过去的穆雪念沉沉睡去。第二日一早，莫云轩醒来，见穆雪念还睡得正香，他轻手轻脚出了寝室。都小心伺候着，别打扰念念休息。是，皇上。念念，是累了吗？云轩，你来了。刚才各宫的娘娘都送来了礼物，还有一个自称是太后的外甥女儿过来和我聊了一会儿。她怎么来了？云轩，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弱不禁风，我会保护好孩子的。叶婉清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没有。皇上，小姐，太后往咱们梦圆殿来了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妾身参见太后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念丫头，快起来！以后啊，见到哀家不用行如此大礼。你近来身子可还好啊？托太后的福，妾身一切都好。晴儿和岳嬷嬷进来，其他人都在外面候着吧。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哀家这一动，倒是把他们都引来了。妾身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各位娘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聂妹妹，快起来！本宫忽然过来，不知母后和皇上也在这里，真是唐突了。皇后起身想上前扶起穆雪念，却见莫云轩几个大步跨过去，先扶起了她。聂妹妹果真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啊！是啊，老早臣妾就听说镇南王府的郡主生得极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皇后娘娘和各位娘娘妙赞了。聂妹妹，这是本宫小厨房做的小点心，
本宫吃着味道不错，就特意带过来一份。太后，您和聂妹妹试试。给聂丫头吃吧，哀家老了，不喜欢这些个东西。谢太后。穆玄念并没有让多多验毒，反正皇后不会傻到当着大家的面给她下毒，何况她可是百毒不侵。念念，等一下。念念，等一下。随后刘公公上前，从袖子里拿出银针，挨个扎了一下，然后对皇上点了点头。是该检验一下的，是本宫急于让念贵人品尝，居然疏忽了。念贵人勿怪。妾身不敢，皇后娘娘言重了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让念丫头歇着。太后怕穆玄念劳累，开口赶众人离开。姨母啊，念贵人年纪轻轻，这么一会儿怎么会劳累呢？是啊，太后，谦儿说的对，我们这刚来就被您赶走，太后好偏心啊。今日叶晚清来的时候，她手帕上有一种味道，我觉得她是知道了我怀孕的事。哎呦，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抱上皇孙了。要不是怕穆玄念未入宫就怀孕，害她名誉有损，或者怕这些个不省心的知道会暗中使坏，她早就告诉他们穆玄念怀孕了。行了，都回去吧，哀家还有话和念丫头说。见太后沉下了脸，碧妃等人也不敢造次了，和皇后纷纷起身告退。念丫头，快过来坐。太后又嘱咐了穆玄念注意身子，别劳累，不管谁送东西过来都要仔细检查。谢太后关心，妾身会注意的。好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哀家也乏了，念丫头也歇一会儿吧。念念，这几日我会有些忙，如果我白日没空过来，你一定要按时吃饭，不用等我，晚上忙完我就回来陪你。云轩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无碍，我能处理好。这几日你不要和外人接触，若有人来找你，比如叶晚清，不用搭理他。云轩，我本不想和你说，今日叶晚清来的时候，她手帕上有一种味道，我很不喜欢，我觉得她是知道了我怀孕的事。那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传人让御医过来给你看看。嘿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你派人留意一下叶晚清都和谁接触。好，那你先睡一会儿，一会儿晚上我喊你。好。你让本宫如何息怒？你没看到皇上和那死老太婆对那个合理的贱人是如何的千娇百宠？娘娘，看来念贵人怀孕，各宫还不知道呢。皇上和太后也有意隐瞒，那娘娘何不……嬷嬷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娘娘放心，老奴一定会为娘娘分忧的。查得怎么样了？宣王暗中和叶姑娘有接触，和苏以晨这几日也有往来。那之前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皇上，宣王意图很明显，属下也安排人日夜监视他们的动向。皇后和各宫你都安排人监视着，有什么异常马上告诉朕。是。第二日，皇后在御花园设宴，众臣携家眷都进了宫，穆玄念当然也要出面。你呀，有事就喊一声，朕理得紧，能听到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小主，你一定要寸步不离，照顾念念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莫云轩这才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宿主，这皇上对你是真不错啊。他对我好，我便陪他到老，否则完成任务我就离开。宿主，你就真的一点儿都没动心？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动心也是取决于他以后如何对我。宿主，多多佩服你。一边往御花园走，一边和多多聊天。苏逸晨带着洛灵溪和苏灵儿走了过来。穆雪念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光彩夺目了？洛灵溪见苏逸晨看穆雪念，看得眼睛都直了。民妇见过念贵人。起身吧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灵儿，哥，我又没有说错，她不过是一个合离的孤女，
皇上看上他了，他还以为有多高贵呢。小梅，张嘴。是贵人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对贵人如此无礼？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对贵人如此无礼？哥，许念啊，不，念贵人，舍妹不懂事，求贵人饶她这一次吧。苏逸晨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哈，有一天他会对穆雪念如此低三下四的说话。念贵人，求你看在和苏郎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灵儿吧。现在念贵人可是皇上的女人，她竟敢提从前之事，本贵人可不记得和苏逸晨有什么情分，否则本贵人今日也不可能在这里。念贵人，是民妇失言，求贵人饶恕。既然不会说话，那就一起张嘴。这苏逸晨皱紧眉头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苏郎，求念贵人饶恕他们的无礼，草民现在就带他们回去。皇上驾到！臣等参见皇上。莫云轩理都没理会他们。念念，你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启禀皇上，苏府嫡女与苏夫人言语无状，冒犯贵人。皇上，是臣，不是草民教导无方，让舍妹和贱内冒犯了贵人，请皇上恕罪。求皇上饶恕啊！民女不是有意的。哦，那你是故意的。皇上，求皇上念在以往草民奋勇杀敌的军功上，饶了舍妹和贱妹这一次吧。念你曾经的军功，朕就饶了他们的命。等宴席散了，他们每人各20板。以后若遇到念贵人，让他们退避三舍，否则杀无赦。草民叩谢皇上隆恩。没想到曾经的苏将军有这样的妹妹，又娶了这样一个女子，真是。对了，朕听闻念贵人在你出征之时，用自己的嫁妆撑着苏府1年，可有此事？皇上，自成亲草民离开苏府，并不知晓此事。谁欺负你，你就欺负回去，有朕给你撑腰的。皇上，自成亲草民离开苏府，并不知晓此事。那你的意思是朕无中生有了？草民不敢，念贵人的嫁妆，草民愿如数奉还。好，等宴席散了，朕就派人去苏府取。是。皇后今日准备了赏花宴，都去入席吧，都起来入座吧。念贵人如今有孕在身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皇上说的是，念妹妹快过来坐吧，四家姐妹不必客气。多多，这狗男人确定是心疼我，而不是给我拉仇恨。宿主一定是心疼你呢。念贵人真是有福之人，得了皇上的宠爱，如今又怀了孕，真是羡慕死我们姐妹了。丽妃娘娘说笑了，臣妾初入宫不过是运气好怀了孕，至于宠爱，臣妾定不及各位娘娘。朕又不是没有临幸过你，怎么不见你怀孕？皇上，臣妾只是羡慕念妹妹有孕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莫云轩就怕穆雪念第一次和嫔妃们在一起被他们欺负了去，他直接走到穆雪念旁边坐下，任由丽妃跪着。皇上，是臣妾没有管束好后宫的嫔妃，请皇上责罚。皇后既然知道，那以后就当知道该如何做了。是。皇上，你快回去吧，臣妾没事的，臣妾能保护好自己。谁欺负你，你就欺负回去，有朕给你撑腰的。知道了，你快回去。酒过3巡，穆雪念摸着有些撑的肚子，带着小竹出去了。是苏以诚过来了。雪念，你等等。还请自重。念贵人，在下有几句话想与你说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本贵人与你无话可说。穆雪念转身就要走，苏以诚直接拦在他面前。苏以诚，休得无礼，我们小姐现在可是贵人，岂容你放肆？雪念，难道你真不念昔日的情分了吗？
是我一时糊涂负了你，可你怎能如此绝情啊？苏逸晨，你我早就恩断义绝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婆婆妈妈的。苏逸晨看着他的背影，眼中露出阴狠之色。穆雪念回到宴席处，刚走到门口，就感觉眼前人影一闪，紧接着他就被一股大力撞得向后倒去。小竹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，穆雪念感觉肚子有些隐隐作痛。多多，我肚子有点疼，孩子不会有事吧？宿主别害怕，孩子只是受了一点震动，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皇上，是念贵人被人撞倒了。莫云轩听到刘公公喊的话，身影一闪，冲到了门口。雨衣，快过来给念念看看。皇上，微臣在，这就给贵人把脉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皇上，奴婢只是一时着急，没有人指使奴婢。念念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的，有朕在，朕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拉出去杖毙，把他宫外的家人也都处死。顾元首，念念怎么样？皇上，念贵人动了胎气，臣开个药方将养些时日，就不会有碍了。好，小竹，你留下来等郭元首开药方去煎药。皇上，奴婢诏，是淑妃娘娘派人抓了奴婢的家人，威胁奴婢的，奴婢愿意死，求皇上放过奴婢的家人。随后他快速起身，朝旁边的墙一头撞去。是臣妾嫉妒念贵人，她一个和离的女人，凭什么得到您的宠爱？皇上，是老臣教女无方，求皇上责罚。4鸩酒，念念，肚子可还疼？云轩，不怕，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的。莫云轩接过药碗，一勺一勺喂着穆雪念喝完药。念念，你睡一会儿，朕就在这里陪你。莫云轩见他睡着了，轻手轻脚走出去，让刘公公把奏折都搬到这里来。莫云轩一边看着穆雪念，一边批阅奏折。御医在她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诊出来是双胎了。不知不觉，穆雪念怀孕8个多月了。云轩，我保证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，你别担心，能给你生孩子，我很开心。念念，我只想我们能相守一生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生生世世，你都是我的女人。正当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，穆雪念感觉下身一热，肚子传来一阵疼痛。宿主，你马上要生了，你别怕，无痛生子丹保你毫无疼痛顺利生产。你出去，你在这里我生不出来。云轩，我好像要生了，你去找产婆。莫云轩身子一僵，站起身就冲了出去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无痛生子丹，请宿主查收，商城积分负880。多多，你可以不用报告积分的。宿主，本系统必须报告积分情况，这是规定。药丸一下肚，疼痛感立刻消失。刚吃下药丸，莫云轩就返了回来，身后跟着小竹和产婆，3个产婆一起涌到床边。请皇上去外面等候。不，朕要在这里陪着念念。这……云轩，你出去，你在这里我生不出来。念念，你快点出去。见穆雪念坚定，莫云轩只能不甘地出去了。太后这边已经收到消息，马上带着御医赶了过来。见莫云轩在门口急得趴在门缝往里看，他也是一阵无语啊。求祖宗保佑念贵人平安生产。太后，念贵人一定能平安产下皇子的，你别担心。哀家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，只要母子都平安就好。偶尔听到穆雪念的痛呼声，这痛呼当然是穆雪念故意喊出来的，实际上啊，他一点都不痛。念念，朕在这里，你别怕，一疼就喊出来。哎呦，这给莫云轩急的呀，来回踱步。您再用点力，已经看到孩子的头了。姨母，
念贵人怎么样了？还没有生呢。臣妾见过太后。太后双眼盯着产房的门，哪有心思搭理他们啊？众人各怀心思在外面等待着。又过了大概1刻钟，婴儿的啼哭声和产婆惊喜的声音传了出来。警报！宿主，这不是人参片，让产妇血崩的药材，你千万别吃。生了，是个皇子。生了！哎呀，祖宗保佑，神灵保佑啊！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后，念贵人啊，生了一位小王子。好，快给哀家抱抱。看着孩子，太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而莫云轩看都没看孩子一眼，他顺着产婆打开的门，探头往里面看去，见穆玄念躺在床上，小脸苍白，额头上都是汗，看得莫云轩的心呐，一阵揪疼。念念，朕在这儿，你头就喊出来，不要怕。贵人张口含着参片，能让您恢复些力气。警报！宿主，这不是人参片，而是类似人参片，活血化瘀，让产妇血崩的药材，你千万别吃。贵人张口。云轩，念念，朕没事儿，拉出去种地。皇儿，怎么回事？母后，刚才那个产婆要杀念念。什么？念念怎么样？好在朕来得及时，念念无事。不问了，成璧。皇儿不可，这事交给哀家吧。念丫头，此事哀家为你做主，必定问出那指使之人，给你一个公道。多谢太后。哀家这就去。不多时，护卫过来禀告，产婆已经招了，是受青姑娘指使。又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，念贵人啊，又生一位小公主。好。念念现在怎么样？莫云轩还是没有看孩子一眼，他的黑眸就差没飞出去，进屋子里盯到穆玄念身上了。回皇上，我们要给念贵人清理一下，皇上一会儿便可进去看念贵人了。快点去。是。这后宫8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产下皇子和公主。看着襁褓里2个粉嫩的小婴儿，小嘴无意识地吐着泡泡，他们恨不得从太后怀中把孩子抢过来。这时，从院墙上跳出来10几个蒙面黑衣人，护卫和暗卫在他们出现的瞬间就和他们对上了。莫云轩站在产房门前，拉过太后，把她和玉嬷嬷护在身后。皇后和嫔妃们他理都没理。母后，你和玉嬷嬷进去等着。念念，身子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还疼吗？念念，母后，没事了，都解决了。那就好。见危机解除，他把提前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枪又收回了空间。他连2个孩子看都没看一眼，下一秒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见他累成这样，莫云轩心疼地把粘在他脸上的头发别到耳后。母后，把孩子放在念念旁边吧，你和玉嬷嬷抱这么久了，也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见莫云轩此刻眼中只有对穆玄念的疼惜之色，2人悄悄地走了。等穆玄念睁开眼睛时，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。他动了动身子，见莫云轩坐在床边，手撑着脸，闭着眼睛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穆玄念呼叫多多：“多多，孩子我生完了，快给我看看奖励多少积分。”恭喜宿主产下双胞胎，奖励2000积分，成功诞下皇嗣继承人，额外奖励1000积分，一共是3000积分，扣除欠的780积分，现总积分为2220。快给我兑换1颗产后恢复丸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产后恢复丸1颗，丹药已发放，请宿主查收。积
7分余额为2120。药丸入口即化，一股暖流在身体里荡漾开。念念，身子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还疼吗？云轩，他们应该是饿了，我现在还没有。你找奶娘了吗？找了。皇上，奶娘到了。把小皇子和小公主带下去喂奶吧。是。念贵人为朕产下皇子公主，册封念贵人为念贵妃。念丫头醒了，是不是饿了？太后，念丫头轻点儿，别急。你现在坐月子，一定要养好身子。哀家来，你也不必见礼，都免了吧。多谢太后。丫头啊，你能给皇室生下皇嗣，那就是大工程啊。瞧瞧，这是哀家让他们准备的：鸽蛋燕窝汤、枸杞莲子汤、燕窝鲫鱼汤、红枣炖乌骨鸡汤。丫头，你挨个喝着一些，这些东西滋补着呢。还有，你想吃什么，告诉哀家，让他们给你做。谢谢太后，我不挑食。好好。皇上。刘公公站在门口小声唤了一句：念念，你先用膳。母后，朕有事先出去一会儿。去吧去吧，哀家在这里陪着念丫头。恭喜皇上喜得皇子公主，这是个好兆头啊。柳达听封，臣在。即日起，封柳达为大将军，赐府邸、良田千顷，黄金100两。谢皇上，柳达必不负皇上隆恩。念贵人为朕产下皇子公主，册封念贵人为念贵妃，皇子册封为太子，公主册封为锦乐公主。臣等恭喜皇上，恭喜柳将军，恭喜柳将军。没想到柳达接替了苏奕晨的将军之位，宣王也是没想到，一个和离的女人竟然断了他嫡长子过继成为太子之路。小姐，皇上在朝堂上已经册封你为念贵妃了，恭喜小姐。太好了，念丫头啊，你是个有福的，龙凤胎可是吉兆啊。都是太后和皇上的福泽深厚，臣妾也跟着得福了。哟，念丫头这张小嘴儿啊，哀家喜欢的紧呀。启禀太后，念贵妃，皇后和丽妃、端妃、贤妃求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臣妾参见太后，参见念贵妃。臣妾见过皇后娘娘和众姐妹。念贵妃都是自家姐妹，你还在坐月子，就不用客气了。你感觉身体怎么样？多谢皇后娘娘关心，臣妾身子还好。这小皇子的眉眼倒是像极了念贵妃，而小公主呢，更像皇上一些。念贵妃，太子公主都取名字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母后，给小公主取个名字吧。哀家就给他们起个乳名吧，皇子公主的名字还是你和念丫头取吧。好。太子就叫平平，公主呢就叫安安吧。平平安安，多谢太后娘娘。哀家只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太后亲自取的乳名，寓意又这样好，当然很好了。好了，哀家来了有一会儿了，就回去了。念丫头还在坐月子，不能够过于劳累，多休息，养好身子啊。多谢太后。念贵妃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本宫也回去了。念念，你给公主取个名字吧，这是我给皇儿取的名字，你看看喜欢哪一个，选一个。穆雪念一一看过去，用手指点了一下。云轩，你看这个名字怎么样？莫云轩见他点的是莫凌风，凌风寓意性格沉稳，处事果断，头脑灵活。念念，公主的名字你慢慢想。你觉得雨瑶怎么样？瑶，乐观，聪慧绝伦。好，公主就叫莫雨瑶。穆雪念从商城里兑换了2颗注质丸，
趁没人的时候给2个孩子吃了下去。2个孩子的满月的时候，穆雪念和莫云轩商量着没有办。现在百日了，莫云轩想为2个孩子办个百日宴。念念，这次百日宴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，有人会按捺不住的。你切记和2个孩子露个面就马上回宫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保护好自己。云轩，你也保护好自己，不用担心我和孩子。我派龙影等几个暗卫保护你们。不行，你比我们更危险，让龙影他们保护你。念念，听我的，我早就部署好了，如果没有了你们，这江山，这人生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？好，不过这个你拿着，把手枪拿出来交给他防身。王子和公主真是人中龙凤啊！皇兄和念贵妃本就是郎才女貌，2个孩子亦是如此。哎呀，也是让人羡慕的紧呐。玄王谬赞了，念念，孩子似乎困了，你先带他们回去吧。诸位，那本宫就先和太子公主回去了。臣妇恭送贵妃娘娘。在回去的途中，一个宫女迎面走来，就在穆雪念带着奶娘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一把将太子从奶娘的怀中夺了过来。小主，看好公主。他边追边从商城里兑换了一支手枪，瞄准想扣动扳机。在宫女面前出现了一队巡查的护卫。穆雪念，让他们都退下！你若敢乱动，我就掐死他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穆雪念，今日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！随后伸手在脸上一扯，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被他撕了下来。叶晚清，他知道没有抓到他，但没想到他一直潜藏在宫中，还扮作宫女。穆雪念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你抢走了我的皇帝表哥，还给他生下这2个孽障，逼得我躲躲藏藏，无路可退。贵妃娘娘，这是……穆雪念，快让他们退下！叶晚清的手放在莫凌风的小脖子上。你3番2次在手帕中下毒，本宫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没有计较什么。本宫生产，你买通产婆想杀本宫，没想到你竟然藏在宫中。穆雪念，之前没弄死你，算你命大。我藏在宫中，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吗？我像老鼠一样四处逃窜，今日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。我要让你死！叶晚清从袖子里拿出匕首扔在地上，没想到你竟然藏在宫中。穆雪念，之前没弄死你，算你命大。我藏在宫中，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吗？我像老鼠一样四处逃窜，今日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。我要让你死！叶晚清从袖子里拿出匕首扔在地上，你自缢吧，否则太子就会死在你面前。不，这样太便宜你了，快点扎你自己2刀。那你让我扎哪里？你先在自己脸上划1刀，否则我的手没轻没重的，不知道太子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他的手已经掐在了太子的脖子上，见他掐着莫凌风的小脖子，他的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。叶晚清，我自己划有些下不去手，不如你划吧，这样你还能解气一些。只要你放了太子，本宫随你处置，怎么样？你扔下你手里那个黑东西，慢慢走过来。穆雪念把手枪扔在地上，轻抬脚步慢慢靠近叶晚清。宴会上，禀告皇上，苏一臣苏将军，不，他带着士兵闯进来了。众人瞬间鸦雀无声，被太监这一嗓子都喊懵了。你说什么？禀皇上，苏一臣带着兵杀进皇宫来了，现在已经快到这里了。皇上，好久不见。苏一臣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带兵无诏入宫，等同谋反。
我当然知道，莫云轩，你身为帝王夺臣妾，在朝堂上公报私仇，因为一点小事免了我将军之职，不念昔日我为你立下的汗马功劳。你身为皇上行事暴虐，像你这种不仁不义之徒，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。今日我就代表往日被你这暴君欺压的人讨回一个公道。苏逸晨一身铠甲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你今日主动退位让贤，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苏逸晨，你放肆！退位让贤，不知道这贤在哪里？当然是让位给宣王殿下。众将士，恭请宣王继位。苏逸晨对着宣王单膝跪下，身后的人也都跟着跪了下来。皇兄，本王原本不想把事情闹成这样，只是你做的事实在是不得民心呢。如果你过继本王的长子倒也罢了，可没想到燕贵妃给你生下了太子，倒成了你的催命符了。宣王，朕平日里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背后结党营私，企图谋反。皇兄，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本王也并非造反，实在是你寒了众臣的心，所以呀，本王只能勉为其难的去做这个皇帝了。宣王，没想到你包藏祸心造反，还说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。还有你们竟然与宣王狼狈为奸，你们可想过以后你们的儿孙都要背上谋反的罪名？柳将军，本王劝你莫要执迷不悟，他莫云轩为了一个女人赐死吴尚书，灭了御史大夫满门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明君。放你娘的狗屁！那吴尚书是你们一伙的，所以才极力让皇上过继你的嫡长子。御史大夫和其女都心思歹毒，想要谋杀念贵妃，不该死吗？诸位，有赞同本王的都站到本王身后，待本王登基，你们都有从龙之功。若与柳达一样执迷不悟，非得跟着昏君找死，哼，那就别怪本王翻脸无情了。大臣们听到宣王的话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思索了一会儿后，有2个大臣走了出去，站到了宣王身后。莫云轩，没想到如今你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来人啊，把他们都给本王拿下！士兵们一拥而上，进入宴会中，把大臣们围了起来。宣王，你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，就不怕难以服众吗？唉，本王乃是众望所归。苏逸晨，本王即刻就封你为开国大将军，你给本王将昏君砍了。住手！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竟敢如此放肆！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苏逸晨此时拿着剑，脸上带着阴恻恻的笑，迈步走向龙位上的莫云轩。莫云轩，今日本将就报着夺妻之仇。莫云轩嘴角挂着一丝笑意，完全一副看热闹的模样。保护皇上！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朕抓起来！你，莫云轩！随着莫云轩一声令下，不知从哪里涌出来无数御林军。御林军首领正是丞相之子文战。你！宣王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莫云轩早有准备。苏将军，快砍了昏君！你们给本王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此时双方将士打成了一团。柳达夺过一个士兵手中的剑，立刻冲到莫云轩面前保护他。早猜到了他们今日会借着太子公主的百日宴发动宫变。启禀皇上，叶婉清他挟持了太子，此时他让念贵妃划自己的脸，否则就掐死太子。什么？柳将军，温首领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。是，微臣遵命。你别动，不许哭！你这个小孽障！叶婉清把叶婉清吓得浑身一抖，
他回头看去，穆雪念手中的匕首横扫过去，直直划到叶晚清掐住孩子的手腕上。莫林峰直直地朝地上摔去。莫云轩看到这一幕，他脚尖轻点，飞身而起，可他的距离想接住孩子是不可能了。穆雪念想用手抓住襁褓也为时过晚，他一只脚轻抬，借孩子掉到地上的力，稳稳接住了莫林峰。穆雪念见他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，飞起一脚就踹了过去。穆雪念本就有前世的功夫在身上，加上大力丸的加持，一脚整踹中叶晚清的胸口，整个身子就被踹飞了出去。莫云轩正飞奔过来，见叶晚清飞过来直直撞向他，抬脚就踢了出去。叶晚清直接撞到宫墙上，喷出了一大口血。娘娘，你和凌风还好吗？有没有伤到？我们都没事。把他拖去乱葬岗。是，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微臣等人已经把宣王和苏奕臣一众乱党抓获，请皇上定夺。刘将军，平身吧，你扶儿过来。莫云轩和他低声说了什么，溜达躬身快速离开。皇上，求皇上开恩，微臣上有8世老母，下有3岁孩儿，不得不屈服于宣王，求皇上恕罪。皇上，小人们也是受宣王的命令行事，求皇上饶命啊！皇兄，是臣弟一时糊涂，求皇兄看在以示父皇的面子上，饶了臣弟这一次吧。臣弟也是受了苏奕臣蛊惑，是他说你夺了他的妻子，说你是昏君，想让臣弟为他做主。这些年因为父皇临终时托朕能宽待你，朕也做到了，可朕忘了，人心不足啊！把宣王拉下去，斩立决。宣王府所有人流放宁国塔，终身不得踏入皇城半步。不要啊，皇兄饶命啊！苏奕臣面如死灰，他知道这一次他是彻底完了，苏府将不复存在。皇上，我苏奕臣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皇上不要株连我娘和妹妹还有妻子。苏奕臣，你现在还有和朕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来人，把苏奕臣送去大理寺收监，苏府抄家株连9族，全部流放宁国塔，世代不得参加科举。祸不及妻儿老母，求皇上开恩呐！皇上，求皇上看在臣以往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那些临阵倒戈的大臣见宣王和苏奕臣都被斩了，差点吓尿了。你们伙同宣王和苏奕臣企图谋反，主谋者斩首示众，株连9族，全部流放抄家。皇上不要啊！刘文川、文湛，听令，余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是，臣等遵命。他把朝堂这些毒瘤都解决了，留给太子一片大好河山。云轩，怎么样？事情都解决了吗？都解决了，念不用担心。莫云轩亲自盛了一碗汤递给穆雪念，他自己也盛了一碗。警报！宿主，那汤里有剧毒，快阻止莫云轩！他一下把筷子甩出去，刚好打中莫云轩端起的碗上。念念，怎么了？那汤里有剧毒。来人，皇上，把小厨房做饭的婆子，还有船上的宫女太监都抓过来，传御医院郭院守过来。是。没多会儿，刘公公带来了20几人。你们是自己交代，还是让朕把你们送去慎刑司？皇上，奴才们不知道哪儿做错了。今日这汤是出自何人之手？禀皇上，是奴婢做的，可奴婢没有下毒啊，求皇上明察。这一汤你做好之后，都经何人之手？这汤奴婢做好了，就交给了船上的小翠，其他的奴婢就不知道了。皇上，奴婢只负责把膳食端过来，奴婢并未碰过这汤啊。启禀皇上，郭院守来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
参见念贵妃。你来看看那碗汤可有不妥？放在鼻子下，轻轻嗅了一下，随后又从药箱里拿出银针试了试。待拿出银针时，银针变成了黑色。小翠，从你接触这汤到送过来，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人，或者遇到什么事？奴婢想起来了，奴婢刚端着汤出厨房门口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太监撞了奴婢一下，汤洒了一些，奴婢就让小太监端一下，拿布擦了一下汤汁。那小太监你可记得是谁？这奴婢没注意看他，但他被洒出来的热汤烫到了胳膊。你们把胳膊的衣服都撸上去。下面跪着的太监全都把袖子撸起来，让刘公公查看。看了一圈，刘公公看着莫云轩摇了摇头。念念，随朕走，小翠也跟着来。来人，去把宫里所有的太监都带到这里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，皇上？他的眼神让皇后心下一寒。你们把袖子都撸上去，给皇上看看。太监们一个个拉起袖子，刘公公检查了一圈，又对莫云轩摇了摇头。皇上，把宫女们都带过来看看。众嫔妃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双眼都盯着莫云轩和穆雪念。你们都把袖子给咱家撩起来，你把袖子再撩上去一些。刘公公一下就看到他胳膊上方有一片被烫出来的水泡。你出来，你胳膊上的水泡是怎么回事？是奴婢在小厨房帮忙，不小心烫到了。小翠，你看看他的身形，可像撞你的小太监。就是他在奴婢端汤的时候撞的奴婢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撞到你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皇上，燕贵妃，奴婢不会看错的。他胳膊被烫时，他撩了一下袖子，他手腕上有块胎记，奴婢看得清清楚楚。皇后啊，皇后，你当朕是傻子吗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这个宫女只是厨房帮忙的，臣妾根本就没注意过她。你私下做了什么事？快和皇上解释清楚，本宫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皇后，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吗？叶婉清若没你的许可，她怎么可能在后宫潜藏3个月有余？如今你竟然给朕和念贵妃下剧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你相信臣妾？住口！到了如今的地步，你还死不悔改！皇后企图弑君，下毒谋害朕和念贵妃，处以极刑。其父母教女无方，流放千里，株连九族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独宠这个河里的贱人，让后宫所有女人为你守活寡。她本就该死，本宫只恨没能毒死她。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还有下毒的宫女和皇后一起处以极刑。是。皇上，一切都是臣妾所为，求皇上不要殃及臣妾的母家呀！皇上，嫔妃们一个个胆战心惊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。文贵妃叶婉清皇后的下场，让他们明白穆雪念在皇上心里的位置有多重要。念贵妃即日起被册封为皇后，执掌后宫。你们若有想出宫的，朕封你们为县主、郡主，享朝廷俸禄；若不想出宫的，可以去行宫颐养天年。皇上，臣妾要出宫，臣妾这就回去收拾东西。穆雪念没想到是皇后下的毒，更没想到莫云轩即刻就册封她为皇后，并且遣散了后宫。念念，明日你就搬去凤仪宫吧。云轩，我想住在这里，这里是我们结缘的开始。既然喜欢住在这里，那就继续住着吧。念念，我好累，你陪我睡一会儿好吗？好。念念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柳将军已经抓住了洛灵溪，他们被一同关进了大理寺。真的吗？念念，你让我去抓住洛灵溪，这回我把他们交给你处置。云轩，我极力让你抓住洛灵溪，不是为了报仇，
只是那洛灵溪是敌国派来的奸细。什么？他还真的没想到，苏逸晨带回来的女人竟然是细作。皇上，洛灵溪带到，带上来吧。皇上，臣妇什么都不知道，魔法是苏逸晨自己做的，臣妇并不知晓，求皇上饶命啊！贱妇，你记得你从前说过，没有本将军，你在这世上也毫无留恋的话了吗？苏逸晨，在战场上你受了伤，是我救了你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难道你死还要拉着我一起去死吗？救命恩人？洛灵溪，你的招数也就骗骗苏逸晨吧。朕已经查明你的身份，你只是故意被安排到苏逸晨身边的细作，这救命之恩也是故意为之吗？什么？洛灵溪，你是细作？可我什么都没有刺探到，求皇上饶了我吧！我为了眼见这个故意接近他的细作，与穆雪念和离。穆雪念进苏府等待他1年，还亲自伺候他生病的母亲，打点府里的一切。穆雪念才是他的恩人啊，可惜是他有眼无珠。求皇上让草民见念贵妃一面，草民有话要对他说。朕的后宫只有皇后，没有念贵妃。皇上，念念为朕诞下双胞胎，现在已经是皇后了，你当朕似你一般无情无义吗？4日，莫云轩就为穆雪念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，和莫云轩一起受百官叩拜。3年后，御花园内，大大，你等等瑶儿，瑶儿你慢点，小点声，哥哥在前面等你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小竹姑姑，怎么办呀？没找到太子和小公主。小竹现在是穆雪念身边的长侍姑姑，所以无论年龄大小，都尊称她一声姑姑。你们先找找看，我去禀告皇上。娘娘如今有孕，不便操劳。小竹，怎么了？娘娘，是太子和小公主又不知道跑到哪里玩去了。这2个小调皮，本宫去看看吧。穆雪念站起身，莫云轩忙过去扶住她。这一胎，她吃的是多胎丸，现在已经快8个月了。念念，还是我去吧。小竹，你在这里陪着皇后。云轩，我也要去，刚好散散步。好吧，那你小心点。这几年，莫云轩对他极致宠爱，只要他说的，他几乎没有不答应的。云轩，我或许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你们随我来。小儿你用力些，这洞口太小了，把我卡住了。你是不是你要长胖呀？见他们2个的样子，穆雪念哭笑不得。父皇，瑶儿你怎么了？莫凌风想从雨洞里退出来，看看妹妹怎么了，可她真的被卡住了，只能扭动着小屁股。莫云轩把莫雨瑶递给了小竹，随后蹲下，在莫凌风的小屁股上拍了拍。父皇，母后，儿臣错了，求父皇把儿臣拉出去，儿臣以后再也不钻这个洞了。哎，云轩，慢着些。念念放心，是儿臣的错，儿臣以后再也不会想偷跑出宫了，求母后不要生气。莫凌风虽然调皮，但他很孝顺，见穆雪念挺个大肚子，他心疼，马上认错。你呀，等母后生了弟弟妹妹，满月和父皇带你们出宫去玩，好不好？那太好了，还有皇祖母，我们都出宫去玩。好，你们马上就要做哥哥姐姐了，以后不能再想着偷跑出宫了。如果你们被人贩子抓了，你们母后得有多担心，你们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穆雪念说完转身，莫云轩忙过去搀扶。突然，穆雪念感觉到下身一股暖流流了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本来郭院守给穆雪念把脉，就说是3胞胎，
莫云轩听了呀，这心里就紧张的不行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平安生了4胞胎。小林子，快去请郭元首。云轩，你别担心，我是要生了。莫云轩一个用力抱起了穆雪念，快步往梦圆宫走去。多多，快给我兑换无痛生子丸。宿主，无痛生子丸已成功兑换，请宿主查收。他马上吃了下去。这时产婆和郭院首也来了。云轩，你先出去，在外面等着。这次御医说穆雪念怀了3个孩子，太后心里激动的同时，和莫云轩一样，更多的是担心。母后，念念怎么没有什么动静？皇儿别急，应该快了。太后不知道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莫云轩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生了生了！产婆激动的声音也传了出来，但却没有抱出来。紧接着又是一声啼哭声，随后一个产婆打开房门，抱着2个襁褓走了出来。莫云轩和太后忙迎过去，一人抱过一个孩子。又等了2刻钟左右，里面又一声啼哭传来。太后和莫云轩同时松了一口气。产婆见生完了，就开始给穆雪念清理身下的污秽。快，本宫肚子里还有一个。穆雪念也以为生完了，谁知道肚子里又是一紧。哎呀，快！产婆们对视一眼，脸上都是欣喜之色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平安生了4胞胎，3个小皇子，1个小公主。皇后怎么样了？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刚生产完胎肋，已经睡着了。见穆雪念脸色有些苍白，躺在床上早就睡熟了。莫云轩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眼里满是爱怜之色。他一直无嗣，没想到念念竟然给他生下6个孩子，他心里满满都是感激。等穆雪念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四周一片漆黑。恭喜宿主成功产下4个孩子，奖励积分4000，能得皇上一心一意的爱，额外奖励积分1000，积分余额5820。宿主真棒，多多可以升级啦！多多，你升级要多久？宿主，多多升级只要半个时辰。给我兑换1颗产后恢复丸，你再去升级。好的，宿主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1颗产后恢复丸。小竹，念念，你醒了？云轩，孩子们呢？奶娘们照顾着呢。念念，还疼吗？好很多了，我身体好，不用担心。让念念为我受苦了。云轩，那也是我的孩子啊。穆雪念又兑换了4颗注制丸，给4个孩子服下。又过了5年，穆雪念又吃下龙凤丸，4年平安生下龙凤胎。直到莫云轩75岁的时候，身体实在不行了，2人躺在梦圆宫的摇椅上晒太阳。念念，此时的莫云轩头发花白，脸上也布满了皱纹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帝王了。但穆雪念却觉得他还是如年轻时那样，给他无尽的安全感和依靠。念念，这辈子遇到你，拥有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希望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。我要先走一步了，陪不了你了。他也舍不得这个宠了他一辈子的男人。云轩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看着莫云轩嘴角扬起一抹笑，闭上了眼睛。这一世遇到了深爱我的男人，还有那么多的儿女子孙，值了。